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崔丞相邀请我们赴宴。丞相嘎了！你，李国人，其实我就是你那个弟弟。可中求见，你还污蔑了隆冬君。我呢，公主的第一暗卫，都对我不尊重，我就要杀了赫赫哈黑。李国太监为什么突然来攻打我？攻打推国的那个人不是我，罪魁祸首就是他。刻舟求剑是死人。只有我一个活人！快进来，快进来！可以了，把堵住了。太牛了，太牛！哇，这是什么？哇天嘞！这是到哪儿啊？哇，外边怎么了？烟？你看外面。哎我天哪！这是坟头。问问我。哎，言之有理和君子如玉。你们终成眷属了。可以，哎，蓝 buff 红 buff， 快点！蓝 buff 红 buff， 我刚刚收割一下。师弟，救救我们！姐妹，救命！哇！哇！这怎么还有迎宾？开门，开门，开门！哎！哇！后边还有，看，不是这个开不了，只能挤。推呀！哎呀，推呀！啊，推！快走！哇天哪！师弟快进来，师弟！啊，没事，我习惯了这种场面，习惯了。抵上，给抵上，推过去抵上。拿我俩抵啊！你们俩先别出来了，增加点重量。救救我，师弟！对啊，先救他俩呀。钥匙在哪儿？钥匙在哪儿？这个簸箕是不是挡板啊？给他们，你们知道钥匙在哪儿吗？哦，有钥匙。囚车钥匙找到了。开锁。先放你们出去。太好了，关了5天，关了5天了，关了5天也没见瘦啊，开心死了吧？OK， 来，谢谢。哎，又穿上了新鞋子。哇，姐妹，你终于出来了，你的鞋还好吗？俊子给我换了一双鞋。哎，有只蜜蜂，不能打蜜蜂，不能打蜜蜂。我偏不信邪，为什么不能打他？他们的皇后来这找你了。皇后要来找了。走吧。这扇门是我们唯一能走出去的门。唯一？对，那是唯一的逃生出口，但是需要2个人同时在那边按下按钮，门才能打开。同时摁按钮，一旦松手，按钮就会失效，且关注阴兵的大门也会打开。按下的人要冲出去，且只有1次机会。那你们2人嘛？好呀，二师兄，其实从小呢，师傅就嘱咐我说，武功是非常高强之人，而且你都比武招亲了，你的武功也肯定不差。但我俩有线索，你们不想要吗？你们俩先跟我们说了，然后再去摁嘛。得到敞亮的地方给。
看来只有我们2大侍卫才能胜此重任了。只有我们2人啊？对，这一个手一个腿。是这样的，有可能会出来拦我们，现在就有这个问题啊。对。冻结卡。OK， 来，快跑吧，很快的。不是，好 OK， 那你们俩去按。人家都说这个男士让女士做这件事不绅士，我们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其道而行。那我们就走一次啊！真假的？别吧！别，危险！如果你们2人救了我们4个大男人，你们简直就是巾帼英雄。按哪个？按这个。等一下，我们真的要走吗？没事，快点吧。我这开了个玩笑。你快，我们试一下嘛。开玩笑了，我相信你们是巾帼英雄了，已经封给你了。来吧，快走吧，快走。哎呀，真可惜，姐姐。真的。好，出去吧，各位。开了。走了吧，哥。来，3、2、1。哥，等我。冻结卡，使用冻结卡，3、2、1，冻结卡。哥，快来，大哥，门也要冻结。哎，哥。行了。前几天我跟伙伴来这儿救小孩的时候，他们把小孩带去了鬼市，殿后的我一直被关在这里，直到俊子救了我。对，谁抓的他？推丞相，推丞相简直是个大奸臣，他残杀活人，还有某种奇怪的方法控制他们。我以为我出不来了，所以我将此事缝于衣上。给。好，明白了。你们一定要戳穿他的阴谋，还百姓一个公道。二师兄，给我把扇子行吗？妈呀，你的汗！谢谢，给我一把。谢谢。推丞相的小把柄。折扇是在，这个推庄主的这个山庄里边找着的，里边有推丞相的这个大中小把柄，好细细研究，回去看吧。然后还有，哎，这个就不用了吧？这有点味儿啊。呀，这什么呀？你既是千面鹰王的发起人，这个给你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只要你说出口令，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就能召唤草棚车。哎呦，这同城旅行可太给力了！那这一下咱们也是有车的人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到哪儿都不用腿着去，这出门在外还得是同城旅行。那可不，同城旅行17旅行节现在特别火，同城旅行 APP 搜索“同城真可以”，领完券再订车马客栈，一站式搞定，超省超方便。有了同城这个好搭子，咱们不仅能省，还能少走弯路。那这个可得好好收着了，这同城令牌看着就不一般，而且关键时刻肯定有大用。行，先收着，走，多谢师弟。我们先在此休息一下。你赶紧去结婚吧，赶紧结婚去。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相对于他的话。我懂，龟龟我懂。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找机会逃跑吧。分手快乐，祝你快乐。我们回客栈讨论一下，看看把柄。刚刚呢，我们救下了君子如玉和言之有理，获得了4个线索。没错。来，由我们的宁波微步读一下。死而复活的他们，在不久后竟突然发狂嘶叫，嘴唇是黑的，脸也腐烂了，身体上也是大片发黑，然后就彻底死了。
突然发狂嘶叫，脸也腐烂了。不是他脸咋了？他被烧焦了。这个死状跟推陈相本人的一样。是，他在我们的桌上蹦跶了，发狂了。但刚刚言之有理，是不是说是推陈相弄的这一切？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扇子。好的，先从小的起。小把柄写的是：3月1日，推丞相给了我药品残渣，嘱我寻名医研究。名医称药竟能让腐肉相似鲜肉，它有何目的？哦，小孩子吃完身上会溃烂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药。这是推陈主弄的。推陈主用那个恩人，他说恩人给他的那个药，有可能恩人就是推丞相呢。在一个恩主处得一秘药，能让腐坏食材看似新鲜。哦，对。中把柄，3月5日，我背着推丞相偷偷用药做肉羹，竟让孩童病变死亡。5月5日，将加了药材的腐肉制成了包子，偷放到精打细算的客栈，让他背锅。推丞相得知后，竟称赞我，祝他发现了重要秘密，嘱咐我将身死孩童送去他的千机阁。千机阁的位置画出来了。千机阁，推丞相的大把柄，千机阁竟不只有孩童，还有成人。推丞主藏于暗处，见他们被推丞相喂药后杀害，过不久居然死而复生。此后竟力大无穷，百毒不侵，刀枪刺入的伤口也会快速愈合。所以你们现在百毒不侵啦，无需呼吸也能行动自如。千机阁有大量推理狂三国秘报。啊，也就是这个人在制造一些超级战士、超级英雄。嗯。死而复生，力大无穷，百毒不侵。死而复活的他们，在不久后竟突然发狂，然后就彻底死了。哦，所以他是研究了一种药出来，让人吃了之后可能会增强战斗力，但其实会让他们突然死亡。对，所以那些我们看到的那些阴兵，所谓的阴兵，就是吃了他药的那些人。没错。那现在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也就意味着这个推丞相今天也吃了这个药。那我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吃了这个药？当然，否则我们怎么会复活呢？5月5日，将加了药材的腐肉制成了包子，偷放到精打细算的客栈，让他背锅。哦，对，是客栈的包子，我们都吃过。接下来我们要去那个千机阁去看看那里边有什么丞相的秘密。OK。因为千机阁在小河的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没有交通工具怎么办？用这个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哦，行嘞，那我们出门召唤，我们前往千机阁出发。Let's go！ 召唤 ，Go Go Go！ 走吧。千机阁走起，我们的小车呢？我已经看到了。哦，在下边。哦，那敞篷车啊！敞篷车来了。来，3、2、1，快！千机阁出发！我到了。走，这就是千机阁对吗，朋友们？没错。你们有人来过这儿吗？没有啊，没有啊。我相信诸位一定有人来过这儿。没有。我天哪！亮的开了，开就开。哎呦，哦，还真的是千机。这可以打开。
推丞相，您发现沙盘上的一个格子被打开过，还有一个重要证物丢失，因此我加了机关，必须用特殊方法才能打开。推恭喜。这什么东西？这个就是开关。这是黑绿，那个是什么啊？蓝红。我觉得它是放字游戏。那个吗？哦。几个字？赏罚大乱，威首相伴。推象。哎，能拿下来？是摁的是吧？按钮。可以拿下来啊，可以拿下来啊。不，摁是放上，大哥，你就像你那鼠标键盘抠下来那个。你怎么成老白了？身份这有身份二字，看吧。OK， 他叫什么呢？狂丞相，对不对？推丞相。狂丞相。我以为他是狂丞相，但他可不一定真的就是。没关系，我们试一下嘛。OK， 来，狂丞相。你说你们别吓我，哦，开了。哦，这儿有柜子被弹开。哦，玉玺。哦，玉玺。好了，黄国玉玺吗？排成一排跪下。哎呦，什么意思啊？你说怎么了？谁的玉玺啊？专军狂推。应主国礼什么意思啊？是竖着读的。推理狂国，君主专应。推理狂国。哎，把这个放这儿中间试试。哦，对，放在这儿。哦。 3、2、1。啊，没用。哎呦，真有用啊！哇！插盘。哇！第一步灭狂国，第二步削弱推国，第三步削弱李国，最后一步是什么？统一吗？我觉得最后这个可能就是推理狂国的自己的肖像，一个国标。哦，等一下，是有人想夺这天下，他已经把玉玺准备好了，他要一统三国之后，他做那个皇帝，他想上任，先借推理两国的力量灭掉狂国，就是我们都是他的棋子，是用我们挑拨三国之间的关系。对，他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嘛。对，做这个黄雀在后。 为什么三个国他只灭狂国，其他两国就只是削弱呢？因为，对呀，为什么就灭我们？因为狂国最弱，还是个欺软怕硬的，他得保留一些实力为自己所用，是吧？狂国公主，哎，何许人也，胆敢触碰我国公主？再碰一下，我就驾驭你。下面有抽屉啊？对。对啊，拉开看有没有东西。拉不开。这是黑绿，那是什么？蓝红。啊，等一下，颜色。哦，棋子底座。我拔出来。哦，对对对。哦。 就是绿，哦，弹开了。哦，我将狂国布防图赠予推理两国，借两国之手灭掉狂国，得到丞相之位。5月27日，密探来报，公主来死。 未死哦，公主，你一天到晚来未，公主未死，人设不倒。有她在，我无法笼络狂国，谭军之军心，必杀之以绝后患。也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咱们说这个推丞相、狂丞相，是对他有杀机的。没错，他想杀公主。不查了，他该死。走。
想杀你的人还没有出生呢，公主。如果这个推丞相想杀他，那你就有可能杀人动机了。没错。OK， 那我们下一个，第二步，利用我的棋子来诬陷隆冬君，还可以12鸟。诬陷推太子叛国。哦，就是他干的，他干的，没错。那这样我的杀人动机出来了嘛，对吧？没错。利用他的棋子陷害隆冬君嘛，那我就知道了这个黄丞相是幕后主使，这是第一。第二，就说明你俩的杀人动机也出来了，对吧？你知道他是利用了你们两个。我们俩如果看到这个东西，对，主要是你12鸟，没到3鸟。勾结李国假太子，并派我的棋子刺杀真太子。哦，那你的杀人动机也出来了吗？对啊，对对。 OK。哦，最后一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位人了啊。好，你看，说关键吗？这是这个字数。好长，找不到，好长。第4步，灭推理国，建立推理狂国，一统江山，称霸天下。好，称霸。第一，征集军粮钱财。我将隆冬枪借予推庄主，他借此杀了士大门，之后得城主之位，帮我补足军备。第二，夺启德县，号令天下。当年目睹1万隆冬军力战李国30万大军，经调查发现，只因一神奇秘方被东将军藏于枪剑内。我趁乱窃得隆冬枪，现在只需启德剑。第三，打造超强神兵，寻剑无果，只能破解隆冬军所剩的汤药残渣。但隆冬军有克制阴兵之法哦。为了不影响计划，必须找出隆冬军的旧部，还有隆冬军的少量的旧部生活在这推城之中吗？我前2天真抓到了一个人哦。最后一个是攻占推城，5月28日拿到了宁波微部的启德舰，隆冬枪启德舰在手，阴兵已有，我只需控制阴兵攻占推城。等一会儿阴兵会攻占。哎，等会儿啊！别怕，公主，莫怕。你这样我也怕。不会的，没事的。你在那儿全攻击你一个人，你不要在那边搂着姐姐。快！我觉得一会儿阴兵会冲进来啊！不是哥，哎，哥几月几号？是5月28号，我的剑丢了嘛？啊，我只需控制阴兵攻占推城，嫁祸李国，挑拨2国开战，并可收余利。今日探子回报，推城、宁波微部、柯州求见，丁天立地，赫赫哈嘿，精打细算，洋洋得意，6人身份特殊。以防万一，必须先安排鸿门宴，解决6人后，才可攻占推城。我就早就知道那个什么片儿，就我们一起干杯那片儿。干杯儿，干杯儿！好嘞，好嘞，好嘞，来，行嘞。我们都吃了。怪不得我现在觉得我浑身无力。可是你吃的最多，刚才欣欣姐把好多都拿给你，你都给吃了。我沙盘上的一个格子被打开过，还有一个重要证物丢失。这个几个抽屉里边，我们那个凶手来到这儿之后是有把其中里面的东西拿掉了，物证丢失了。这个物证是什么？我刚才想到一个东西，不知道对不对。玉玺，只有你那儿出现了一个假的玉玺，对不对？没错，对，我自己刻了一个，又要时刻提醒我，这一个祸害我以后要除掉它。哦，对哦，
还有可能是你的那个太子印，这样你拿了印回去，你就可以对付你弟弟。我印不对啊，我印被你偷了，你给谁了？我给的就是狂城。你的。哦。你的。我当年坏事干尽。我当年把真的印给了狂丞相，所以狂丞相有李国的真印。我觉得太子之印现在就在我弟手上。啊？对啊，我给狂丞相了。不，你给了狂丞相，但是这场战争在持续，只有坐上了那个位置，有那个印才能。不。你弟弟现在手持假印，因为知道哥哥的印丢了，他直接做了个假的。真正的印在狂丞相这里，所以你那天来千机阁偷的就是这枚真印。你真印啊！我是说你的意志啊。这一出好戏，真是够抓吗？我们3个是绑在一块儿的，因为我们都是跟那个推国和隆冬军相关的。隆冬军被我传过去那封信给诬陷了，传给我那封信的人也是丞相，所以隆冬军相关的嫌疑人，拿他证明他清白的东西。伪造的那个信封是在你那儿找到的。洋洋得意，我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这封信。伪造信封的印是假的，但你找到的那个印是我刻的。你刻的？因为我会雕刻，我刀工了得，所以呢，就是帮军队刻了那个印。也就是我父亲的印是你帮着刻的？对，我帮忙刻的，所以我能认出真伪。然后以及就是说我收藏了一个残次品。皇丞相有假印，有假的印，所以那个人过来要偷这枚假的印。所以是你到这儿来拿到了狂丞相的假印。哦，我知道了，这个人确实是来取印的，因为这个印可以让他平反。应该是把这个印拿出来，告诉大家说，当年这个是假印，一印你看这是有人作假，我们军队是清白的，还是还清白。那谁要来做这个事儿？我们3个诉求其实是相同的。找到证。那你会要拿什么东西吗？证明身份或者复国、复狂国？在我眼里，除了你，什么都不重要。有可能要拿复国的物证。下一个空间，这儿，在我这儿，我已经找到了。削弱李国。等一下，有个什么东西？灭狂国。找到一个炼药房。哦，我们去看看呗。走吧。走了。开锁。Yes。拉。烧炉子。啊，这里是炼药房。推理狂起居住。那谁衣服那是？不知道，我都拿过来。好。哎，小慢点，它会掉。我拿着。这有那个步骤。奉天承运，皇上驾到！推理皇帝诏曰：正将启程前往推城，沿途凶险难测，平日里须由幽冥二老贴身护卫，唯有每日午时炼药之际，方可屏退左右，以防机密外泄。炼药前，推手下须将药材铺置，
炉底1/3处，再取推壶湖水加至炉顶，待朕进炼药房前，幽冥二老需检查炼药房无人藏匿，并确认炉内水已满至炉顶，盖好炉盖并上锁。正午时整开始炼药。50 OK。炼药3分钟后，需开盖加入特别药粉，此间不可有人打扰。好。等一下，这有个线索哎，推理狂起居住，无事发生。无事发生。无事发生。哎，他说5月30日那天，推理狂弟进入炼药房，但没多久就出来了，脸都湿了，嘴里嘟囔着：“怎么回事啊我？”然后呢，烧炼药炉的柴火不知为何也湿了，无法点燃，因此推理狂弟就直接离开了。哦，就是他那天5月30号来炼丹失败了，因为湿了没有办法起火。怎么会湿呢？有人阻止他。所以5月30号，也就是杀人的那天。30号咱们互相在那儿互杀呢。是30号。还有一个改良配方，改良原配方后可让药性大增。OK。服用者在毙命后可马上复生，2日后发狂，立备于前，用特殊方法可以操纵。若服用未煮熟的药汤，则在毙命后可马上复生，复生整整2天后必发狂而亡。此时唇色乌黑，面容厉腐，身体发黑。所以今天。说明他2天前中了药，对，且也死于2天前。30号，30。来看一下这件衣服。哦，龙袍吗？哦，黑色的龙袍，怪不得会灭国这个人。哎，这上面有股味道。我真没骗你，这上面有一股你的味道，有一股你的味道。啊？因为刚刚抱在我身上。哦 ，sorry。嗨。哦，小狗鼻子真灵。能闻到你的味道？不是，我说你们2个不是今天喷了一样的香水吗？打开衣服兜里看里边袖子什么有没有东西，衣服上是什么东西？对。哦，有绿色的这个印，有绿色，有黑色，发青呢。哦，湿，这个袍子湿了，也就是这个人来去搞湿过这个地方，并且弄上了，对不对？正午时整开始炼药，炼药3分钟后需开盖加入特别药粉，但没多久就出来了，脸都湿了，嘴里嘟囔着：“怎么回事啊我？”他来过炼丹，然后因为湿了没有办法起火。若服用未煮熟的药，复生整整2天后必发狂而亡。我跟你说，我有个猜想，朋友们是这样的。请说，哥哥。其实这个炉子里是可以藏人的。哦，什么意思？这一章呢写的是炼药方式嘛？对。第一步是把这个丹炉草药铺至1/3处，剩下的2/3干嘛呢？加水。打个比方，如果我是凶手，我知道这要铺完药，铺完药之后，我可以在这里藏着。因为这个狂丞相炼药的时候不许任何人打扰，每天他是炼药的时候是50，3分钟之后他要开盖加药，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开盖加药的时候，这个藏在里面的人就可以杀掉他。看这个地方写了一个5月30日那天，推理狂弟进入炼药房，但没过多久就出来了，脸都湿了，嘴里嘟囔着：“怎么回事啊我哈！”就是因为凶手可以躲在炉子里，趁那个推丞相打开盖子的时候，从炉子里把他按进水里淹死。
所以这个人是服用了未煮熟的药汤。对，然后未煮熟，因为3分钟水不可能开嘛，对吧？对。什么样的人才能藏在里面呢？幽冥二老需检查炼药房无人藏匿，并确认炉内水已满至炉顶，盖好炉盖并上锁。正午10整开始炼药，炼药3分钟后需开盖加入特别药粉。等一下，这什么玩意儿？哎，这是等一下，这是个柜子吗？这可以看。隆冬枪和启德剑。这原来是真的启德剑，这么帅啊！哦，哇，有点帅。终于找到他了。这隆冬枪一看就不是咱们小隆冬将军的，太短了，这枪太短了。对，短了半米，还行吧，还行，可以。这拿着挺没气势的，是不是？有点像你的拐杖。这不是我的工具，这是我爹的。据此推断，一定是爹不是很高。OK， 等一下。经调查发现，只因一神奇秘方被东将军藏于枪剑内。他是有一个神奇秘方藏于枪和剑之内。这个可不可以拧下来？应该可以，可以拧。对，一头一尾。试一下这2个可以怎么合并一下？要把枪头拧下来，注意安全啊！这儿，哥，这儿。就说它短一截嘛。对。不短了吧，哥？有道理。齐德龙，齐东强。哎，现在对味儿了，哥。他真像大白，他爸不矮。哎，这个好像他说的是对的，真的短一块儿，但这有点太长了。这才有大将之风。没错，对，有点太帅吧。等一下，我看看能不能放进去啊。这2者合并能吗？应该是正好的。这盒子放到里面，哇，刚刚好，刚刚好哦。哎，等一下，出了一个密信。我们竟然破解了齐德隆冬秘籍。秘籍？今日被30万李军困于推城之外，我隆冬唯有1万血肉之躯，我固之可退。然百姓无辜，若不战，百姓必遭劫难。东某已至绝路，唯有最后一法。大门与我同游时得一秘方，生前吞服，可在死后复活10日。复活时，身上所有的伤口都会消失，且会失去死亡时的即时记忆。复活后会百毒不侵，力大无形，刀枪刺入的伤口也会快速愈合。我2人称其名为齐德隆冬汤。然忧此阴毒之方，现世为祸，便将其永埋于心，而今为此汤可破局。未曾想我隆冬儿郎均主动喝下，无一人未战，无一人俱死。今日之后，我隆冬一帮阴魂将同作阴兵，同泽同袍，死战10日，共守山河。为留火种，
我勒令瞒住20岁以下的新兵，并让大门将他们送至推城。这次我把宁儿和一众隆冬儿郎就这样甩给你，我知你又会骂我没良心，但谁让茫茫天地我只信你呢？我此生许百姓，再难许家许兄弟。哦，来世吧，我还带你去断壁残垣上喝酒，去荒烟蔓草里下棋。今日我先走了，若此书有朝一日得见天日，烦请来人告知东某。如今是何年月？天下可太平，苍生可安宁。隆冬就在天地间，我们都能听到。喝了这个汤的一定是宁波微步，因为他已经对上了所有的症状，有可能是有人给你喝了这个汤呀。等一下，我们是今天才知道此秘密，对吧？对，之前没有人共同拥有过隆冬枪和启德剑，这个秘密是5年前的秘密。推丞相给了我药品残渣，嘱我寻名医研究。名医称药竟能让腐肉相似鲜肉。哦，但是小孩子吃完身上会溃烂的那个东西。哦，没错，我知道了，就是我之前是因为那个推城主给小朋友下毒，他下的毒其实就是这种药。就是可以让腐肉变成新鲜的，所以我在试毒的过程当中服下了这个药，也就是无意当中其实拥有了死而不生的这个奇德隆冬汤的功效。对，别让那个隆冬军叛军跑了！抓住他！好了！什么？叛军跑了？什么东西？别让隆冬军的叛军跑了！我奇德隆冬。快追！别让那个隆冬军叛军跑了！好。快！哎呦，这个是好人，这好人！快进来！快进来！怎么了？现在有大批阴兵即将袭来，整个推城都快被攻陷了，只有隆冬军能够抵抗他们了。只有隆冬军可以抵挡他们。隆冬军不是只有一些残部了吗？但隆冬军有克制阴兵之法，必须找出隆冬军的旧部。其实我是隆冬军的旧部。哦，之前，推丞相一直在搜捕我们，因为我们掌握了克制阴兵的方法。但这个方法，只有隐藏在百姓当中的校尉们才知道。校尉，普通的士兵不知道。而召唤的办法，需要隆冬军的少帅对着树喊出“隆冬军少帅在此”，便可得隆冬军旗。立我军旗，以隆冬于野，同守山河，隆冬军可在为号，定有人相应。这么帅！哇塞！等一等，你再说一遍。从哪儿开始？从头开始。我立于天地之间之后。需要隆冬军少帅对着一棵树喊出什么树？一会儿我带你们找。好的。对着一棵树喊出“隆冬军少帅在此”，便可得隆冬军旗。哦。立我军旗，换我子弟，以隆冬于野，同守山河，隆冬军可在为号。天地间，定有人相应。好。以隆冬于野，与我共守山河，隆冬可在。
有点太帅吧这两集。少帅，时间不多了，我带着你们去找那棵树。好，走走，快走。少侠，少侠，快跟上！就是那儿，哪儿？哦，这不是我们那个，哎，这是我们昨天拜过的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快，少帅！隆冬军少帅在此，隆冬军少帅在此。哇，我们去拿，少帅等着。少帅，哎，我们要一个个递，就是你懂吗？我们有一排。哦，对对对。哦，什么东西？哦，给少帅。少帅，传奇，少帅。少帅，给少帅。这，少帅开旗，旗开得胜，东。这边是我们隆冬军旗，没错。走，前面有旗台。哇，一看就是上阵杀敌的料。对，来上来，来，来，我们把手放上来。OK， 来，准备好了吗，兄弟们？好，来，3、2、1，隆冬于野，同守山河，隆冬军可在。隆冬于野，同守山河，隆冬军可在。隆冬军可在。隆冬军可在。这是隆冬军吗？隆冬军！隆冬军！到！哦，隆冬军，长枪队出列！哦！到！隆冬军近战队出列！到！哦，有点感人哎，有点想。哎呦，我看不得这种，有点感动。诸位，将军当年得到此诡异秘方时，就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并在对面摆好了可以消灭阴兵的炸弹。各位需要做的是，按照一定的节奏，敲击战鼓，引导隆冬军找到，并且引爆炸弹消灭阴兵。好，好，没问题，来吧。来吧，我们战鼓响了啊！战鼓响！隆冬军上！我隆冬儿郎无一人未战，无一人俱死。今日之后，我隆冬一方英魂将同作阴兵，同泽同袍，死战10日。
共守山河。为了天下和平，不谈婚嫁。我们要把这个和平维持下去，我们不联姻。要为天下百姓苍生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人。报告，隆冬军大捷！止戈墨染苍生血，挥棍只为护航营。我们成功了！耶！隆冬军，隆冬军，隆冬军，隆冬军。隆冬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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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冬军。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要有气势啊！为什么是隆冬军？如果是这样，隆冬军，这就没有气势嘛。隆冬军，隆冬军，这样显得人多，这样一喊起来。OK。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一起揭开副本真相。这什么？悬赏。悬赏。 5月30日午时，养花人施西域奇花一枝，此花白瓣金边，每日卯时4刻方开，晨出合拢。花开后异香绕梁，香味可持续3个时辰。回去的那个路上，我看到了墙角开了2个白色的小花苞。 但是在路上我看到了3朵小花苞，我看到小花苞，你有看到花苞吗？好像有。这个时间线我已经想到怎么盘了。我就来写你们的花就可以了。丁，你那天早上3朵，是3朵花，有香味吗？有香味。 OK。然后下一个鹤，我看到了3朵盛开的鲜花，有香味吗？ 有香味，有香味。我看到2个花骨朵，有香味吗？没有。柯是3朵有香味，我是3朵骨朵，有香味吗？没有。OK， 来说一下这个花的时间线啊。这个花的时间线是这样的，他说早上6点的时候，花是3朵开的，这是它的初始状态。早6。对，早上6点。然后呢，到7点它就合拢了。 花开后异香绕梁，就等于从6点开始就有香味。7点之后合拢也有香味。对，7点之后合拢也有香味。所以首先，它这个时间能够确认是6点，对吧？早6第1。对，然后这个采花大盗他是在什么时候偷的花？他是在5月30号当天午时，也就是11点的时候，他偷走了1朵花。所以在这个时候，只要看到2朵花骨朵的人，都是在11点以后。 然后他说，这个香味呢，持续3个时辰，也就是6个小时。就是看到2朵花无香的这个人，一定是在12点以后。这个有3朵花骨朵有香味的，应该是在11点以前。嗯，11点有香啊。那为什么您有3个花骨朵也能看到无香啊？那就6点之前嘛。 6点之前不开无香，啊，对，6点之前。所以柯和丁的时间是没有办法确认先后的，对不对？对。OK， 行，这个先放这儿。就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是如何死在那儿的呢？刚才你已经推出来了，哥，就是在那个药房的时候，对，这个丞相在5月30日他去炼药的时候，对，被那个埋伏在药房里的凶手拉进炼药炉溺亡了，然后误食了这个药剂。
那么这个药剂的死亡方法呢，就是在他接触到这个药剂之后，2日之后，他会开始毒发癫狂致死亡，没错，浑身会开始溃烂。也就是说，凶手其实行凶的日子是5月30号。对。那盘这个时间线的逻辑，其实是希望我们知道5月30号的时候，谁有时间去炼药房？他是5时开始炼药嘛？11点他要屏退左右，然后看。这样啊，也就是这个凶手想要杀他，提前藏在那个炼药炉里边，要在11点之前进去。那么，首先他第一需要知道的一定是丞相会在11点钟去到药房炼药，对不对？对，他得掌握这个信息。他如何掌握这个信息呢？他得去过千机阁。他得去过千机阁，没错。刚才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我没有在盘，就是3把扇子小中大把柄被发现于侠义山庄。折扇是在这个推庄主的这个山庄里边找到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出现在过侠义山庄。赫赫哈嘿，顶天立地，洋洋得意，刻舟求剑，草席一卷，埋于天下。也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现过这个把柄。推丞相的大把柄，千机阁有大量推理狂三国密报。就是如果有人看过这个扇子，应该知道千机阁的事儿。对啊，想要去千机阁一探究竟。我现在说一个关键的点啊，我去过义庄，但是我没有进去啊。我想进去查的时候，发现推丞相正和别人在密谋什么，但是发现公明二老在，所以呢，我就偷偷溜走回去了。我觉得，那我日后再做打算，因为我要回去找我的启德剑，我的目标是找剑。为什么你是没有进过义庄？你如何证明你是没有踏足过？既然你都已经前去义庄调查启德剑之事了，你怎么可能就在门口溜达一圈就走了？哦，没关系，那你想给我拉回来也是可以的，对吧？你们再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把柄上面写的就是。他们被人杀害之后，过不久居然死而复生，无需呼吸也能行动自如。你看，无需呼吸，什么样的人才能藏在里面呢？无需呼吸也能行动自如。你看，无需呼吸，也就是这个凶手想要杀他，提前藏在那个炼药炉里边，要在11点之前进去。刚刚吕朵森，百毒不侵，他已经喝过这个了。哦，无需呼吸，说明这个人可以在水里待着，并且可以百毒不侵。哦，好了，可以排人了，就根据这个可以排人了。就是他去那个千机阁还没有吃过药，还没死过的话，他待不住3分钟。没错，那谁是11点之前被人杀掉的？我们可以盘一下吗？我们这样啊，宁哥，你6点前杀的这个人是谁？是杨。杨，所以杨 OK 的，符合，对不对？他6点前喝了这个药，对不对？柯，你在7点到11点之间杀的这个人是谁？贺，那么贺也是有的。贺，你6点杀的是谁？丁，所以丁也是符合的。我12点去杀的柯。柯，那柯这个人其实没有。没有，我是11点之前杀了他一次。哦，但是我被杀2回是吧？这个毒体质越强，死的越慢。哦，我是用的那个毒针，毒针体质越好，进毒越慢，所以它有可能一直没有。那很有可能我就没死。那么柯绝对是先排掉了，他11点之前不可能死。Nice。排掉一个，现在是4选1。那么我正式化身为推探，此刻。OK。我
我现在觉得贺的时间可能比较弱一点，是因为柯杀他的时间是7点到11点，这个时间就很不够，你懂吧？你肯定要比6点前和6点被杀的人的嫌疑来的小吧？对，我可能是10点杀的贺，贺醒来之后即便是他发现了这个扇子，他也可能只有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去千机阁先调查东西，拿走东西，躲到药缸，这一系列的行为，对不对？他的嫌疑会小一点。OK， 这是第一个，第二是凶手会拿走什么信物？对，我觉得就是一个点，就是印，要不是太子印，要不就是隆冬将军的印。对，所以其实凶手就在杨、小丁还有我们3个人跟印相关的。但是有一点的是，我那个印，我还是要洗脱一下，因为我知道这个真印绝对在我弟弟那儿。因为如果假印这么好弄的话，我早就弄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的意思是你去千机阁根本没有要拿的东西？对啊，我就是我在我的立场，只是我的立场。真的是这样吗？在我这儿的是这样。如果我是推丞相，我为什么不把这个印给我的傀儡，而去做一个假印给他？因为这个推理框有可能那个真印一直是捏在我手里，我怎么操控傀儡？我不可能把实权真的给他。比如说今天我要你去干什么，要去攻打了，你用一下我这个印，我带着什么幽冥二老过去帮你摁个东西 ，OK， 我帮你通过这个律法，然后这个印是收在我这儿的，不然我还要统一推国理国，对吧？我不可能把印给到你，不然这个大权不就真的交给李国了吗？不是啊，他只是让这两边乱起来就可以，他不需要说这个权要掌握到自己这儿。其次还有一点是时间充裕的问题，我的时间没有杨充裕啊。宁哥，你6点前杀的这个人是谁？是杨，所以杨 OK 的。贺，你6点杀的是谁？丁，所以丁也是符合的。我12点去杀的柯，那柯这个人其实没有，我11点之前杀了他一次。你们2个的时间是一样的呀？不一样。有一个微妙的点是他在11点之前去把你杀了。对，快到11点，我要捅你的同时，我要去那个杀了推丞相。我的话，我觉得时间就太赶了。说到时间充裕，现在我又觉得杨的嫌疑在我心里比较重了。因为比如说是丁的话，你想丁他在6点前被杀，在义庄醒过来，他7到11点肯定卯着劲儿的在炼药房和千机阁里去炼药。这个肯定要提前的。他不可能在7到11点抽个空去杀柯，对吧？但是杨的时间线就很稳，就是6点我去调查，然后炼药房11点埋伏全部弄完了，12点我去杀个人。我反而觉得洋洋得意的嫌疑会小一点，因为打个比方，如果我是凶手，我竟然去过那个炼丹房，我应该知晓这一切的发病时间嘛？你是说他游刃有余？是他太游刃有余了，而且太符合这个东西了。因为他是11点炼药，所以我作案一定要在11点以后，但是12点之前。然后呢，就太顺于他的12点，正好我说我杀了这个人之后，我卡着12点，然后我再去杀柯，对吧？我觉得他是太符合了，你懂吗？你是就是另外一种思维，反而这么做，对，太顺了。我反倒是觉得，如果说这几个嫌疑人里面谁的时间最充足的话，那一定是宁，因为他是最早。他都不用这3个把柄，他根本对，他都不需要这个。他是最早和侠义山庄首先有关，最早获得这个所有的身强体壮 buff， 也不被这个什么死亡时间所束缚的一个人，对不对？是的，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哦，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干嘛要杀他呀？既然知道了丞相一切的东西，如果我找到的那个印，我为什么要杀他呀？是想一个问题，你看啊，是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在去到千机阁之前，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狂丞相指使的？当然。
那我在去这之前，我想杀的这个人可能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人，我是对他有误会的。就比如说我跟他之间，我如果在去千机阁之前，我是不知道原来我们这一切是有个狂丞相在作祟。是的。但是我去到千机阁之后，我就会发现，是狂丞相指使这一切，我跟他的恩怨就已经消掉了。消了，我只用杀狂丞相。我们按照这条思路去想，就是有些人去了千机阁，发现幕后指使是狂丞相之后，他依然会去选择杀掉我之前恨的那个人，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人在我心里面，他跟狂丞相是一对的。当时袭杀我和最后让两国交战的罪魁祸首，就是他，我要杀了他。他是推国的大人物，他伪造了隆冬君的密函呈于皇上，他污蔑了隆冬君。是哦。没错，我跟你说，其实他俩都具备犯案条件。为什么？我先说杨，他去到那个房间里，第一，他知道那个印的事儿是当年丞相诬陷了隆冬君，因为他是隆冬君之一，他污蔑了隆冬君。那他知道真相之后，要不要杀柯呢？要，因为当年是他送的信。没错。OK， 第二是他是什么呢？他也是，这就为什么这两个人杀的都是我，因为他们都恨狂国的这个我。当时袭杀我，让两国交战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他本身就是要杀他，因为杀他也是没毛病，因为他砍了他一次，他也知道当年又抢了他的印，也是抢了我的印，所以他俩的最后结果都是要杀他。没错，没错，没错，我就是这意思。行行，我直接投了。我觉得嫌疑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顶天立地，一个是洋洋得意。可能在作案时间上，洋洋得意太充足了，所以我投了定。我投洋洋得意，因为他时间最早，最有时间去作案，他也很有作案动机。他是一个，就算知道了推丞相是幕后操纵者之后，依然会选择杀掉柯的那个人。本案我选择的凶手是，就是他了。我今天就把票投给，这是我要投的。OK。来吧，旅行不用推理，同城省到心里。接下来进入同城旅行真相揭晓时刻。在今天的案件中，嫌疑人有柯州求见、宁波微步、赫赫哈嘿、顶天立地、洋洋得意。经过推理，共有2位嫌疑人获得票数。他们分别是洋洋得意，谁在栽赃，谁在陷害？顶天立地。啊，你们2个凶手站中间吗？来，往前一步，还指我呢。他们中有1人获得4票，不会是我吧？1人获得2票，获得更多票数的人就是顶天立地。哦，我今天又把票投给了顶天立地，也是非常符合作案时间和动机的一个嫌疑人。我选择的凶手是顶天立地，我选他是因为他符合我们所有觉得有动机去千机阁拿东西、杀推丞相，然后有充足的时间。这是我要投的。OK， 我跟小丁的很多时间线是重合的，最有嫌疑的只能想到的就是小丁了。我投洋洋得意，
行动线上，丁是先杀科再杀推，杨是先杀推再杀科。我觉得他应该是在12点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推丞相是坏蛋，并且完成了一系列的进丹药啊那些操作，再去科的旁边把科再杀了一次。恭喜你，恭喜我是啥意思呢？你是坏蛋是吧？没错。一杀封神，会不会猜错呢？你们且等着吧。大家是否锁凶成功呢？我宣布，本次案件锁凶成功。啊，还是失败？失败呢？还是失败呢？本次锁凶成功。哎，所以是你。太。谁投的我？我投了你，我也投了你。你知道他是我们开推团的后手，什么意思？我们就怕万一有一个新人来了，让他零票逃脱，为了大局。现在宣布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关键性证据，你们还记得那个印吗？对，记得。是不是很粗糙？我找到了一些东西。这个一个印上面写着李太子印。你把那个拆开，应该是个真印。还有可能是你的那个太子印，这样你拿了印回去，你就可以对付你弟弟。哦，这谁敢弄啊？但是我更好奇的是，你今天是从哪一刻开始绝望的？他奋战到了最后，其实没有绝望啊，没有绝望，宝宝，其实是你自己心虚。你要把自己当做真的不是，你就说哇，凶手也还教别人呢？你上来就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锁他？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的心路历程。我为什么锁了他？因为你怀疑他。现在我又觉得杨的嫌疑在我心里比较重了。我说哦，那阿金怀疑他，他是明灯，那估计是定了。对，我是真的是这样的。行了，各位，是这样的，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我们服用了什么药？哦，我们服用的叮铃当啷汤。没错。就是这个叮铃当啷汤会有一个后果是什么？什么？生前吞服，可在死后复活10日，名为祈德隆冬汤。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是你，我不死，我就不死。没有，你送我们一程不可以吗？送我们一程吧。哎。能和你一起死，甘愿。朋友们，来，今日我备了佳肴。我觉得我们经历了这一切，虽然各有各的仇，各有各的怨，但我觉得从今日起，我们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求同年同月，但我们注定要同年同月同期死。那诸位，这临走之前还有什么愿望吗？那么我这个一生都在柯州求见，可惜州已行矣，而剑不行。如果有来世的话呢，就希望我可以自由自在的活一辈子吧。哦，说得好。我想要活得久一点，我想要得到龙东枪，我想要做一个正义人士，号令天下。说得好。
希望我们的后人能够记住我们这些热血的历史，以此为鉴，往后不再有无辜的牺牲和混乱的战火。我觉得我们能活着，是因为有人替我们去死了。希望下辈子歼灭鹰王这个组织也能得到延续，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人。当年我阿爸的愿望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平凡的生活，因为当风浪过去，不论输赢、英雄或者成王败寇，我们最珍惜的还是活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你要知道，此刻的宁静是我们所有人拼命得来。祝你们每一天都过得幸福安稳。是的，那我希望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而且在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寻找到自己的侠道。好的，那我们就为这此刻的天下太平和万物安宁干杯！来，各位，干杯！喝了这杯酒，来世见。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解锁独家副本花絮，探索游戏隐藏设定。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推门游戏攻略，赢福利。经历完本次的案件，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家国大义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龙东军会为了守护百姓，自愿喝下秘药变成阴兵，百姓也会帮助龙东军守护他们留下的火种。大家都在尽自己所能的去为安宁出自己的一份力。在这个故事里，我饰演的推国太子一直想追求心中的和平，但最终被贬为庶人，流落民间。当他发现朝堂上的勾心斗角让自己没办法完成心中梦想的时候，决定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自己赚的钱尽可能帮助身边的小人物，用这种方式一步步靠近梦想。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侠义，只要心怀善念，努力生存，尽我所能帮助他人，也能成为照亮黑暗的微光。不用拥有多大的本事，守住心底那份善意，就足以温暖身边的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故事中的大家都有着就算被误解，甚至丧失生命，也不愿意沉默着苟且偷生的不屈态度。这就是我心中的侠义。英雄不是生来无畏，而是选择了勇敢。推城百姓的岁月静好，其实是由无数龙东军的牺牲所换来的。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很多我们生活中的美好都离不开那些替我们负重前行的英雄们。其实我觉得侠义非常简单，在我看来，侠义或许就是在看见任何弱者的时候，都愿意为他们伸出一双援手。经历完这次案件，我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要赢过别人，而是要守住心底的那一份善意。哪怕可能前路再难，也总有人要站出来，为该守护的人坚持到底。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和平，安稳来之不易，战争从来不遥远，只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了和平年代里。我们现在的安稳平淡、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都是一代代先辈用坚持和牺牲换来的，是他们的拼命守护，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岁月静好。你是哪儿啊？放我们出去！你是哪个？喝粥求见啊！啊？是谁啊？你们俩演戏呢，在这。他们是不是疯了？你们不认识我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260年，现在是2026年。不对，他叫宁波微步，顶天立地，赫赫哈嘿。精打细算，是你把我们4个买了送走的。稍等一下，我的名字精打没有细算啊。我是顶天，我叫赫赫。啊，这当中必有猫腻。哦，这个声音你知道是什么吗？阴兵甲的声音。这是谁？这不是推馆长吗？穿上阴兵甲之人必会五官渗血而死。他穿上了，他一剑把自己的喉给封了，因为控制了他的心神。哎，这是一个什么啊？这上面有一个骷髅头，一个 R， 它应该是个组织的印记，很可疑。哎，你的标识 R 墙上有一个 R 的标识。我们怎么到 R 公司来了？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有点危险。
这里是哪儿啊？小子们，把这6个人带到那边关起来。走，都老实点，给我看好了。我觉得这个箱子里肯定有东西。有人在叫。什么声音啊？我才能抓我们了。那个门应该可以进去。继续开，快躲起来！怎么刚才关起来那几个人就找不见了呢？别让我们抓他们，抓了会给他们劈吧。站住！不许动！他举着枪过来了。车里边有枪和盾，快！咱俩配合，双枪。掩护。终于找着你们了！我是本案的凶手，顶天立地。当我意识到我可能是死而复生的活死人后，我立马去杀了刻舟求剑，又想到了推庄主说的千机阁有许多推理狂三国的密报，我想去看看，于是我来到了千机阁。你是波斯王子啊？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哎呦，你今天这个不错啊，很高贵。哎呦，怎么了？还怕蝴蝶啊？是蝙蝠。研究一下怎么打呀？就只打这个吧，这个最小的。不要往下走，往上。哇，这挺累的。你有按摩卡吗？下次见到一个很厉害的 NPC， 给我按摩。那没事，先爽再说。来啦！你肯定很想吃这个，这不是小宝宝吃的吗？你比我小。我真的是从妹妹变成姐姐了呢。我已经混到一个节目里年纪最大的人了，你。哎，你跟金不差不多吗？她也是妹妹，她也妹妹，都是妹妹，都是妹妹的感觉。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说？先点燃9支仙女棒代替。喜欢你说不出口。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好想跟你表白。正片 SVIP 每周3、周4 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2、12点副本解锁中，提前解锁角色高能时刻。每周4、12点副本存档中，一起还原案件真相。每周5、12点推门万事屋，加更开推团的日常，推门居民幕后采访，了解更多玩家幕后精彩瞬间。每周6、12点推门玩家彩蛋，捕捉玩家更多精彩时刻。每周日12点推门花絮连看，持续解锁正片之外的隐藏惊喜。每周日、周一预告抢先看，更有推门补给站、推门直播大赏。本周日掉落，全员开启干饭唠嗑模式。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Nano 开推联名周边，腾讯视频 Goods 商城热售中，快来抢购吧！到腾讯视频打开开始推理吧第4季，找到播放框下一起玩，加入在线锁凶游戏，变身推探，与推团同步破案，赢取金钥匙。夜色习惯演绎，推是视线迷距离，人慌的音序，暗潮无声才有意。风声起，脚步急，乱世藏进隐隐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秘密心藏着爱，建立这道题，残期继续。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闯关思路。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开始推理吧，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感谢丽丽城传媒、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4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Jump 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